子宫脱垂一般来讲，第一个做一个网子去把子宫吊起来，第二个呢就放吊带吊到韧带上面，第三个就做子宫切除。大部分子宫脱垂是因为当初生产造成的。我们现在做这种改良式的曼彻斯特手术，它永远不会复发，而且你的手术比过去来讲是要简单的。最近因为子宫脱垂，然后来做曼彻斯特手术的病患慢慢越来越多，包括从国外来的也一样。因为这个手术慢慢越来越多，所以我也很想让所有的妇女朋友对这个手术的认识更增加一些。其实曼彻斯特手术，我们的英文叫 Manchester，是针对子宫脱垂的病人治疗的一种相对保守的方式。子宫脱垂一般来讲，我们治疗有几个大类。第一个，做一个网子去把子宫吊起来，但是基本上放网子这件事是我最不鼓励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网子一旦放进去3个月，就永远拿不出来了，所以万一发生一些后遗症，就是你从此以后就回不去了。第二个呢，可能就放吊带。我们比方用腹腔镜，甚至用达文西放一个吊带进去，把你的子宫吊到你身体里面的一个韧带上面。可是我们心里要想，那个子宫，包括它已经延长的子宫颈已经变得很重，如果你一直把它固定在你的韧带，随着时间的久远，就像一个电线，你把一个有重量的东西吊在那个电线上，它久而久之那个电线就松垮下来，所以它的复发率比较高。保守的估计就有60-70%，你把它吊进去之后，最后那个子宫又掉下来，是因为你韧带撑不住。好，第三个就做子宫切除。好，子宫切除就把子宫整个拿掉，可能还要有一些配备的措施，不能只做子宫切除。好，那这也是很多妇女朋友不是那么喜欢，所以在很多年前在英国有2个医师，他们就想到了这个手术，叫曼彻斯特手术。早期在我们妇科的一些手术的教科书里面都看得到这个曼彻斯特手术。当时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除了要把子宫颈做一个切除，因为子宫脱垂最主要的是子宫颈拉得很长，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地方。这个子宫大概6-7公分，子宫颈大概2-3公分在下面。原来是子宫比子宫颈大，但是大部分这些子宫脱垂的人到最后，他子宫颈拉得非常长，有些病人甚至子宫颈拉下来拉的那个长度比子宫还长。所以我们这个曼彻斯特手术就是把多出来的那一段子宫颈要把它切除。当然你切除之前不能随便就把它切了，你一定要先把子宫动脉的下行支先缝好，再把那个子宫颈差不多的比例大概3.5公分到4.5公分要看你脱垂的多严重，就子宫颈拉了多长，我们就会做适量的处理。做完这个，它的子宫颈跟子宫依然存在在身体里面，经过不到1个月，慢慢你的子宫颈跟子宫，原来比方说我们切到这里，下面一段切掉，慢慢剩下的那一段子宫颈跟子宫，随着时间不到1个月或甚至2个月，它慢慢回到原点。很多病人会问，做这个曼彻斯特手术会不会复发？剩下的子宫颈跟子宫会不会再掉下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子宫脱垂到这个程度，我们已经把你最多余的那一段子宫颈已经都切除了，所以我们再把它放回去，你没有再诱因导致它脱垂的原因。因为大部分子宫脱垂是因为当初生产所造成的，所以大部分来做手术的都是已经生完产，有些人甚至年龄已经都非常大，甚至有的人70岁、80岁都有，不可能再去生产。所以这些病人在复发的因素是完全没有的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关键。那我来讲，现在我们的手术为什么可以变成门诊手术？早期我也曾经做了一些传统的曼彻斯特手术，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可能住院，住完院之后你可能还要住院3-4天让它慢慢恢复。它的做法又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改良式的。早期的曼彻斯特，你把那些子宫颈切掉之后，它还要用2个缝线要把你的子宫跟子宫颈拉回到上面去。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做这种改良式的曼彻斯特手术，它本身就已经不会再复发了。你已经把那个最重的子宫颈那一个区块3公分、4公分甚至到5公分
已经切掉之后再放回去，它已经不会复发了。这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改良式的曼彻斯特手术，就它永远不会复发，而且你的手术比过去来讲是要简单的，所以你可以今天早上9点钟做完手术，大概9点40分，它手术就结束，可能你在恢复室休息，可能不到10分钟就可以回去了。所以现在为什么可以变成一个很简洁的这种手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改良式的一种曼彻斯特手术。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然后甚至收藏，甚至提出任何问题。将来我们会找一个机会，把所有的问题收集起来，拍成一个完整的影片，回答每一位朋友的发问。